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中医抗衰变美导师石金荣老师。今天是我的护肤配方课，跟着老师的手法，疏通开了经络点的节点，打通了面部的营养通道。紧接着一定要配合老师今天的护肤配方课，给我们的皮肤灌溉水分。只有皮肤细胞喝饱水，才能预防我们皱纹的产生。今天老师课程所用到原材料是我们的常见食材，你的厨房就是你的美容房。老师会给大家分享2个补水美白的配方。那么我们护肤的关键呢，选对适合自己的成分就可以，不需要盲目追求大牌。那这个课程内容真的是干货非常多，一定要认真听完。第一部分，老师要先讲的是关于我们日常护肤的正确护肤手法以及护肤顺序。首先，我们要在每天一定要进行一个清洁。大家知道清洁的重要性吗？且知道如何选择适合你的洗面奶吗？一定要选择 pH 弱酸性的洗面奶。那大家会说了，我还用去拿试纸吗？不用。大家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在详情页当中会提到弱酸性还是弱碱性。举个简单的例子，有没有觉得手上的皮肤比脸上衰老的快？因为我们平时用手去清洗了大量的衣物，还有洗碗这些做家务的事情，那些都是强碱性的，所以碱会伤害我们的皮肤，令到我们手上的皮肤特别的粗糙。同样的，我们脸上的皮肤一定要用弱酸性的，弱酸性跟我们天然的皮肤屏障是相一致的，所以对我们皮肤会越洗越嫩，是一种保护的方式。第二，在我们清洁之后的第2步，一定要用爽肤水。那很多女性朋友都不太注重用爽肤水，觉得用那个有点浪费钱，有点麻烦。你错了，虽然我们用的是弱酸性的洗面奶，可是我们用的洗脸的水不是弱酸性。通常北方的水质比较硬，偏碱性，南方还好一些。所以我们用爽肤水是为了综合掉你在洗脸过程当中停留在面部的残余的水分，帮它综合还原成弱酸性。为什么很多人的皮肤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干涩，都是因为你天然的屏障被破坏掉了。所以要选择用爽肤水来进行一个湿敷。那爽肤水的选择也要是弱酸性的，因为很多市面上的爽肤水也是弱碱性的。还有，大家在买爽肤水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成分，不要含有美容性的酒精成分。因为美容性的酒精它会起到收缩毛孔的作用，很多商家在宣传说，哎呀，可以用我的爽肤水收缩毛孔去黑头紧致。那你要看一看它有没有酒精的成分，它是可以收缩，但同时它会带走皮肤的水分。在用完爽肤水之后，我通常建议30甚至35岁以上的熟龄肌肤一定要用精华。白天跟晚上用的精华最好不要同一款配方，因为白天需要是保湿，晚上更加需要是修复。为什么是这样讲？我们的肌肤出现的第1道细纹，其实是由于你的缺水而导致的。所以其实保湿是整个肌肤护理的最基本的原则。只有保湿够好，你的皮肤才不会产生细小的皱纹、细纹、衰老等等。当肌肤喝饱水的时候，它会非常的有活跃度，非常的 Q 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保湿类的精华。那怎么选成分呢？推荐大家可以选择像玻尿酸成分这种保湿的精华它的保湿性会比较好。那在白天的时候，根据你自己的皮肤，比如说是混合性皮肤，T 区容易出油的，我建议你用乳液如果说是干性皮肤呢，那可以选择面霜。那在白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用防晒霜，这一点一定要敲黑板了。很多人会认为说，只有夏天用防晒，其他季节不需要。今天下雨了，我在房间里面是阴天也不需要，你错了。你知道我们的肌肤衰老的最大的元凶是什么？是紫外线，它是令到我们肌肤衰老的最大的元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理解为什么我们身上的皮肤会很嫩。你常年穿着衣服保护它，那想想你脸上的肌肤呢，它靠什么保护呢？那防晒霜、隔离霜，它就起到了一层穿上衣服的隐形的保护，让你的肌肤免受紫外线晒伤。所以当你皮肤出现的第1道细纹、第1道皱纹以及你的色斑的形成，都是由于晒伤而引起的。所以1年4季都需要防晒。
既然一年四季都需要防晒，我们到了夜间应该怎么修复皮肤？第一，白天因为选择用了防晒或者隔离霜，无论是选择用卸妆油、卸妆膏还是卸妆水，一定要先卸妆。很多人不知道防晒霜要卸掉，普通的洗面奶是洗不掉它的，因为防晒霜会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物理保护膜，而这个膜的成分，洗面奶是洗不掉的。常年的日积月累，洗不掉这层膜，就会导致皮肤的暗沉蜡黄，因为有一些化学的成分会停留在皮肤的表面。那所以我们要先卸妆，卸完了之后，我们再用洗面奶进行清洁，然后再用爽肤水。到了夜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修复类的精华。如果你想更好的什么美白祛斑，你可以选择像含有玫瑰啊、茉莉这样的精油的成分。精油啊，它是非常小的分子，可以透皮吸收。它的分子很小，你别看它是油状，但是它对于细胞的修复效果非常好，而且美白淡斑的效果又很赞。通常晚上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美白成分的精油，它对于修复和抗衰的效果非常好。如果你说你更想的抗衰紧致，我更建议大家选择用乳香啊，乳香的抗衰紧致去细纹的效果会非常的好。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凡是用在皮肤上的精油不能是单方，一定是复方，因为单方精油的浓度过高会损伤皮肤。那晚上呢，通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厚涂面霜，因为经历了一整天啊，皮肤裸露在外，它也需要一个深层的滋养和保护来修复我们一天的受损肌肤。所以晚上的面霜最好是保湿力度比较好，还有一些抗衰抗老的成分，那这样让我们的皮肤修复起来会非常的赞。日常的保养，通常呀，如老师呢会一周至少做3次的保养，3次的面膜，可以选择保湿、美白、抗皱的，根据自己的皮肤的需求来选择。那同时大家一定要配合一个深层清洁的面膜。什么叫深层清洁？通常我会选择那种死海泥一类的成分，因为我们的毛孔啊无时无刻不是张着的，所以呢，我们的空气当中都会有粉尘，即使我们用洗面奶洗，还是会有粉尘呀吸附在毛孔当中，吸附久了就会形成黑头、闭口粉刺，而且会让你的皮肤的油脂代谢不掉。当这些油脂代谢不掉，再有紫外线的照射，就会在皮肤形成蜡黄、暗沉。所以大家可以选择死海泥成分的这种深层清洁的面膜，只需要在脸上待5到8分钟的时间，一周做1次刚刚好。你会发现用完这种深层清洁的面膜之后呢，你的皮肤非常的透亮。之后要配合用一个补水的面膜，吸干净了垃圾毒素。这个时候皮肤干干净净的毛孔，再用一下保湿或者美白的面膜，吸收度特别好，整个提亮1个度。那为什么如如老师的配方课这么的有效？一定要配合我的面部抗衰的手法。当你整个面部的经络疏通了，抗衰紧致了再用这种配方课里的成分，你会发现你的吸收度提高至少3倍以上，效果就是这么的赞。如果你的皮肤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干瘪、过敏包括进入了秋冬季，皮肤容易干干的，那今天的这个配方课的实操课一定要仔细跟练过来。方法特别的简单首先我们来说，要找到家中的玫瑰花水。为什么我特别推荐玫瑰花水呢？因为玫瑰呢，它在湿敷面部的时候有很好的保湿、去黄、祛斑、明亮的作用，而且呢，玫瑰花水里面它是不含酒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如如老师经常跟学生们去讲我们用的护肤品当中的护肤水一定不含酒精才会更安全。长期用含酒精成分的配方呢，会令到你的皮肤越来越敏感，代谢你皮肤本身的水分。好，然后还需要准备的是什么呢？准备一瓶乳液，任意的家中的乳液都可以，最好搭配一下精油，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乳肤法当中呢，最关键的3个成分就是纯露、乳液和精油。那具体的精油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说精油的分子量非常的小，它可以起到透皮吸收，更好的让我们的受损的细胞呢进行一个修复，让你的细胞呢更加有弹性，对于去细纹呀、皱纹以及保湿补水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乳液呢，它其实起到的作用是最终的锁水。很多人都觉得说平时用的精华保湿都很好，为什么还是那么干呢？因为其实你用到的精华
更多的是保湿，但还没有达到锁水的这一步。好啦，我们赶紧实操起来吧！相信同学们听到这里已经蠢蠢欲动。方法特别简单啊，找到像我这样的叫分区面膜巾，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叫纯棉无纺布的这样的话我们敷在脸上它是不会过敏的。那这样的分区的这个面膜巾呢，我们需要拿到4块，放到美容的调配碗当中。倒上我们刚才讲到的纯露的部分，那要倒多少呢？是要完全浸泡，让它的这个美容巾完全能够浸泡在玫瑰纯露当中。然后再在里面要增加精油的部分，要增加1泵，就是完整的这个吸管当中1泵的精油滴进去。我们把纯露还有加进去的1泵的精油，让它充分的混合。混合之后，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脸了。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在这个乳敷法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先把脸洗干净，我们再进行上脸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分区的面膜巾，它会非常的滋润而且保湿。然后把它打开之后，它是很宽的，然后把它对折一下。第一个分区是要敷在脑门上，我们经常容易出现抬头纹的地方，有皱纹的地方，是这个地方长期缺水而导致的。然后我们第2块的分区，如果你的纯露加的有点多呢，我们在分区贴在脸上之前，要稍微的把这个纯露的水挤压一下，以免在脸上就流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剩余的这些精华跟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一步的湿敷。然后把这一层的面膜巾敷在眼下方到鼻子的地方。这种湿敷法我们把它又称之为叫木乃伊的湿敷法，就是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分区的管理。然后这个放在嘴的上方。最后一块我们要放在下巴处。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整体保持5分钟的时间就刚刚好了。5分钟的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步是怎样呢？我们把它全部拿掉，放到这个美容碗里去。先用手把脸上的纯露和精华完全吸收一下。吸收之后，我们还是要在这个美容碗里面再加上这样1泵的精油。然后这一步拿出家中的乳液。那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干的，我就建议大家乳液的部分要增加的多一些啊。任何一个乳液都可以。给到大家看一个特写的镜头，现在里面是有纯露、精油还有乳液，然后我们用这个美容刷均匀的去把它搅拌一下，让我们的美容巾充分的侵入一下，这样我们敷在脸上的效果才会非常的好。如如老师是非常喜欢这种乳敷法的，我觉得1年4季都可以敷，尤其到了秋冬季节，还有就是春天啊，其实春天的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缺水。那这一层在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是富含了什么？精油、纯露还有乳液，所以敷在脸上的感觉会非常的滋润。同样的步骤，我们还是第一步要敷在我们的额头的区域，尤其你这个地方比较皱纹多的，就很建议去湿敷的时间久一点。然后我们第2步可以敷在我们整个的鼻梁上，在眼底下方。第
第3步是在我们的这个鼻子下方的嘴的上方。最后一步。就是这个面膜巾的长度和宽度它是有弹性的，包括你自己的脸型你都可以微调。好了，我们完全已经湿敷在脸上了，这样我们要保持5分钟的时间。同时我们在这里是要加强的，就是要把你的美容碗当中剩余的精华在此时全部都要涂于这个面膜巾上面。当它有一些乳液跟精华如果渗透下来，我们可以随着这个地方去按摩一下我们下颚处。如果同学们你嫌它的这个纯露有点多的话，你可以把纯露倒的比例少一些也是可以的。那这样的乳敷法呢，建议1周可以做2次，每次大概就是10分钟的时间。我们把它拿掉之后，不要再去洗脸了，直接在后涂1元硬币的面霜，涂满全脸睡觉。你明天会感觉自己的皮肤特别的水嫩 Q 弹，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可以湿敷出的我们水光肌。那为什么如如老师要在整个的面部的抗衰课程之后才分享这个配方课呢？因为在你用刮痧板拨筋完了我们整个面部的经络跟气血，打通了面部的营养通道，你会发现皮肤就像沙漠非常干旱缺水一样，非常需要你的营养的灌溉。大家听好我说的词是灌溉。所以此时你用乳敷法的话，你会发现不到3分钟全部给你吸光光，皮肤变得特别饱满。其实我们说肌肤看上去特别的水润光滑饱满，是在于你的底层细胞是不是不缺水。当细胞缺水的话，它是干瘪的，所以当你的细胞缺水干瘪的情况下，你再用后续的美白精华还有抗皱精华是无效操作。只有保湿补水锁水之后，再去用后续的这种高含量的精华，它才会有效果。我们最后的乳敷法为什么里面要增加了乳液的部分？乳液起到的是锁水，纯露跟精油起到的是补水。那我们最终再涂上一层厚厚的面霜，起到的是形成一层保护水膜，让你的皮肤和外界的空气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屏障，把我们所有用的这里面的精华跟水都锁在里面，所以你第2天起来以后会觉得皮肤特别的保湿水润 Q 弹。还有一定要配合我的整个面部的刮痧拨筋的手法，这样的话让你整个面部的营养通道打通之后，再去用乳敷法，它的吸收率会变得非常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员之前在没有遇到如如老师之前，看了一些博主做了以后觉得没有效果，因为你没有增加我的抗衰手法，只是简单的这样的涂抹，效果会是比较一般的。好了，时间到了，把它拿下来，然后把剩余的精华水乳全部要在面部进行一个按揉进行一个按揉。然后大家记得一定要拿到自己的面霜厚涂1元硬币的厚度大小，涂满全脸，睡个美容觉就非常赞了。好了，今天这是配方课的实操课的第1部分，乳敷法你学会了吗？这套手法非常的经典，而且效果非常的好，1周做2次，皮肤水润光滑。亲爱的学生们，今天是如如老师的配方课当中实操课的第2堂。当你脸上蜡黄、暗沉，这个地方有色斑哦，一定要用我这个配方课的实操课，它可以堪比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美白面膜以及精华，效果特别好，而且非常安全。用到了几位食材，给学生们看一下：茯苓、杏仁还有百合，不同颜色的食材对应我们的五脏，白色主养肺，肺主养皮毛，肺气足了，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特别的好，保湿水润。同时白色的食材顾名思义可以去黄去色斑的效果特别好。这3个食材呢，大家既可以把它打成粉内服吃下去，也非常的好吃，也有美白的效果，同时还可以把它打成粉贴在脸上，那它祛斑的效果也非常赞，所以它非常的安全且有效。那我们把这些食材怎么样呢？在家里
拿出你们的豆浆机或者是破壁机都可以，然后把这些食材放进去。通常呢，建议大家放到10克啊，就像老师这样，手里捧上这一小把，放进去就刚刚好了。因为我们要保证啊，每一次打磨之后刚好用一次的量，里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所以你打磨之后如果没有完全用掉的话呢，你放冰箱它就容易产生细菌了。当然，你打磨之后如果敷在脸上的量有点多，你还可以把它搅拌一下吃掉，也是非常好吃的。那水量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加到100毫升左右的水，因为它要打出来是一个糊糊状的状态。然后我们等它打好了，我们开始自己自制软磨粉。我们新鲜出炉的美白的软磨粉就这样搞好了，然后我们把它倒到这种杯子里，因为我们还是要调配一下它。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可以再加一些精华或者是精油的成分，这样的话它会更加的滋润。那我们要用这样的面膜刷进行一下搅拌。这里的注意事项要说一下啊，大家能看到热腾腾的热气吗？这种情况下先不要着急上脸，我们要让它稍微冷却一下。只是我在它有点温度的时候，先把精油加进去，让它非常方便搅拌。如果你已经加了精油的情况下呢，就不能够口服了。大家了解了吗？如果说你在打汁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料比较多，那你其实可以盛出一部分，加一点蜂蜜啊，直接吃也是非常好的，对于美肤的效果也很赞。如果你想把它作为一个食养的方式来内调美白，你可以在我现有的这个茯苓、杏仁、百合的基础配方之中呢，再加上铁棍山药还有黄豆，把它早上直接打成豆浆来喝。因为山药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补中气。因为山药是白色的，也会入肺经，养了我们整个的皮毛的状态。肺主皮毛嘛，然后皮肤就会变得好。那这里面还可以加上黄豆啊，黄豆是天然的雌性激素。当女性有充分的雌性激素的时候，皮肤就会有光泽、有光滑。所以这道食材呢，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说它既可内服也可外用。那刚才老师在调磨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吗？老师是加了1泵的精油。那我建议大家呢，最好家中也有类似的精油。那精油的配方呢，里面是用了茉莉、玫瑰和乳香的成分。那它有美白、抗衰、淡斑的作用。因为当精油跟你的这个食材啊完全融入在一起的时候，那它的吸收度会非常好，会起到更好的滋润。温度已经基本降下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用这个软磨粉啊，直接涂在脸上，方法非常简单。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涂软磨粉的时候，建议大家从脸颊这样往上提拉，这样每一次的提拉的过程，都会让我们的皮肤的纹理和线路会更加的抗衰紧致。到脑门的部分呢，我们是这样往上涂。然后我们再涂一下另一侧脸，这个既可厚涂也可薄涂。厚涂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哪个地方的色斑比较深，你就可以把它厚涂的更多一些。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很多人会在颧骨这个地方比较有黄褐斑比较重，我就建议大家在这个区域把它厚涂，一定要完全覆盖掉你的斑，看不到，这样的效果才会比较好。那我们在脸上要停留多长时间呢？通常我是建议大家停留10分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然后10分钟之后，我们把它用清水洗掉，再用后续的爽肤水、精华加乳液或者是面霜，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护肤的流程了。你学会了吗？我先给大家整个上脸均匀涂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是第一遍啊，我们可以给自己的脸上刷3次。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非常的温和。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一定不能说刚打磨完之后就涂脸，那太烫了，会烫伤皮肤的。当这道食材还有很多多余量，其实你是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手部的手膜，非常的方便。因为我觉得每个女性经常在家做家务，其实手上的皮肤会比较的粗糙和糙老。它既然可以美白于皮肤，当然就可以做手膜了。
那如果你想追求效果好的话，其实可以在涂抹这个软膜粉之前啊，我们给手部做个磨砂膏，这个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把上面的死皮去一去，然后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个手磨。同样的手磨的时间也是大概10分钟的时间，左右两侧手都可以用。那你如果要想效果好，你可以在上面最终戴一个一次性手套，也可以就这样完全的等它干了之后去洗掉就可以了。洗掉之后呢，涂上厚厚的手霜，那你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润滑。而且在你洗掉之前，它已经是半干的状态，你可以慢慢的轻揉它，因为毕竟我们是打磨成的软磨粉，它其实还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所以对肌肤可以起到去死皮、保湿、美白的效果。看，简单的一个食材，既可内服也可外用，还可以做手膜，是不是非常赞呢？这就是如如老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厨房变成美容房和养生房，内调的同时还可以让自己变得美哒哒。希望我们的学员可以在家自己弄起来。这样的软膜的湿敷的方式呢，一周可以敷2次每次10分钟左右。好啦，我们今天这节课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大家要及时调整过来自己的护肤习惯，按照老师的顺序去保养，白天擦防晒，晚上要卸妆。水光肌的乳肤法，第2次再加入了乳液加强，美白软膜也可以同时用在手部。一定要记得，如果服用的话是没有加精油的才可以，加了精油的不要吃哦。今天的配方课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那我们的学员们还要继续关注如如老师的课程，下期课程讲的内容会更加的让你心动，就是如何消除我们的法令纹，有具体的实操手法，以及我们这条法令纹跟哪条经络有关，一定记得按时来上课。且在社群当中打卡，班班老师也会告诉你们的手法是否正确。好啦，今天的课程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课程再见。